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当我们谈到唐宁街10号的时候呢，会想到英国最有权力的人。作为首相府，这里迎来送往了英国历史上诸多的风云人物。那现任老板呢是 Boris Johnson。但是本期呢，我想介绍唐宁街上另一个版本的权力的游戏。先从如今英国最强大、最嗜血，但又最可爱的内阁成员 The Chief Mouser to the Cabinet Office， 那就是内阁办公室的首席捕鼠官 Larry。没有开玩笑 ，Mouser-in-Chief 是一个官方职位，他的职责呢就是处理唐宁街和它周边的老鼠这些害虫问题。作为一只 outdoor cat，Larry 可以自由晃悠捕捉猎物。随意的敲门进入最有权力的办公室。Are the ongoing concerns about whether or not she might face a confidence vote from her MPs, the immediate threat that appeared to be looming at the back end of last week when Jacob Rees-Mogg, the chairman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以及像一个优秀的外交官一样会见世界各国领导人，比方说像奥巴马和特朗普。Minister of Mousing, Larry. I think he was a rescue cat, and I think that was part of the issue. 当初特朗普来英国国事访问的时候呢 ，Larry 就稳如泰山一般的蹲坐在特朗普的座驾之下，拒绝挪动一寸，这让安保团队非常的头疼。但是一个 Larry 做到了当时英国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想做的事情，阻止特朗普。2011年，卡梅伦和他的家人在伦敦的 Battersea 猫狗之家收养了 Larry， 将他呢带入到了自己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从此呢，这只可爱的喵星人就开启了自己的从政之路。2016年，卡梅伦因为脱欧辞职之后呢 ，Larry 就留在了唐宁街，并且很快遇到了挑战他的头号政敌 Palmerston。这只以英国最杰出的外交大臣的名字来命名的猫，是由继任首相 Theresa May 带来的。在入主唐宁街之前呢，他是英国外交事务处的捕鼠官。在 Theresa May 因为脱欧的事情饱受党内党外质疑的时候，他带来的猫 Palmerston 也跟 Larry 呢斗得你死我活。结局呢是一山不容二猫，随着 Theresa May 的辞职呢 ，Palmerston 也跟着走了。脱欧导致英国政坛更迭，使得2个首相以及无数的内阁成员下台，但是 Larry 呢始终稳坐宝座，他的受欢迎程度和支持率也一直居高不下。Put forward an idea that look.Can the other parties on the left? Ranveer, yes. Very dramatic news is happening right behind you. Yeah. I think the cat's Larry come out. I tell you what. There we are. That could be an Larry the ominous cat. sign. 甚至连卡梅伦都觉得自己有必要在他在议会的最后一次演讲向 Larry 表达爱意。And the rumour that somehow I don't love Larry, I do. And I have photographic evidence to prove it. Sadly, I can't take Larry with me. He belongs to the house and the staff love him very much, as do I. Larry 是第一只闯入英国政界的猫大人吗？并不。英国政府关于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亨利8世的统治时期。当时的红衣主教沃尔西在担任大法官的时候呢，就一直将他的猫带在身边。但英国人对于猫的亲近喜爱，并非一直如此。猫是罗马人1000多年前带到不列颠岛上存活繁衍下来的。在中世纪猎物运动盛行的时候呢，猫也被视为女巫的亲信和助手，尤其是黑猫。这导致许多无辜的猫呢被杀死或者是献祭，希望能够驱除邪恶。这也大大降低了在当时猫的数量，使得携带瘟疫的害虫呢少了一个天敌，而得以大量的传播。如果猫的数量在当时能够多一些的话，也许英国在14世纪和17世纪的鼠疫高峰会稍微减弱一些。尽管在欧洲大陆和美国，黑猫被认为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在英国却反而被视为是一个好运的象征。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如果一只黑猫登上一艘船，人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兆头，而一些妇女呢，也会送给自己即将远航的丈夫一只黑猫，以祈求获得好运。而白猫反而被英国人视为不祥，因为觉得它看起来像鬼。说回 Larry 担任的 Mouser-in-Chief 这个官位，历史上的伦敦呢，一直有着鼠类猖獗这个问题，他们寄居在这些古老的建筑里面逍遥快活。这也是为什么将近100年的时间里面，唐宁街的首相府始终有一只猫的存在，它的目的呢，就是捕捉跟消灭那些老鼠。但真正作为被授予的政府职位呢，则是开始于1929年的6月3号，当时的财政部授权每天花1便士来照顾这个猫大人。到如今为止呢，这个猫大人1年的薪水已经达到了100英镑。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任的 Master in Chief 呢是 Rufus of England， 当时呢他是1924到1930年在第一任的工党首相麦克唐纳手下任职。他的下一个呢叫 Peter， 也是从他开始，这些猫大人的饮食呢被进行了正式的规定。因为人们发现啊，首相府的公务员一直在不断的给这个 Peter 送食物，他太饱了，导致他忘了自己作为捕鼠官的职责。第三任名字叫做 Munich Mauser， 这个呢就有趣了，他曾经先后呢在张伯伦跟丘吉尔手下任职。Munich Mauser 是丘吉尔给他取的外号，因为丘吉尔呢讨厌他的前任主人张伯伦所签署的慕尼黑协议。丘吉尔指责张伯伦姑息希特勒，背叛国家，并且相信对于希特勒的卑躬屈膝是不会得到和平的。You cannot reason with a tiger when your head is in its mouth. 张伯伦下台后呢，丘吉尔入主唐宁街，并且把自己的猫也带了进来，那就是第四任的 Master in Chief Nelson。问题是 Munich Mauser 没走，所以第三任跟第四任呢，就像他们各自的主人一样，互相憎恨，彼此之间斗争的程度啊，不亚于我们前面提到的 Larry 和 Palmerston。这之后呢，唐宁街先后来过不同的猫大人，有尽职的，也有难搞的。比方说1964年的第7任是一只叫做 Pita 的黑色母猫。这个猫呀，出了名的懒惰、吵闹，而且喜欢随地大小便。在它上任5年之后啊，一些公务员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在想，是不是要将 Pita 从这个职位当中赶下去？但是呢，因为害怕公众的反应太强烈而作罢。好在他的继任者 Wilberforce 呢，被誉为英国最好的捕鼠师，他为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英国4任首相兢兢业业服务了13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呢，在自己出访前苏联的时候，还特地的从莫斯科一家超市给他带了一罐沙丁鱼罐头回来。第9任 Humphrey， 他继承了前任优秀的捕鼠技能。虽然他1年的工资啊只有100多英镑，但是在捉老鼠这个方面，他比唐宁街每一年花4000多镑请的那些控制害虫的承包商要厉害得多。但猫无完猫 ，Humphrey 呢是一个出了名的捣蛋鬼。1994年的夏天，他被指控谋杀了4只筑巢在当时时任首相呢约翰梅森窗台上的知更鸟。几个月之后呢，又被指控在首相府对面的圣詹姆斯公园袭击了一只鸭子。1995年 Humphrey 失踪了，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大家一度都以为他是不是死了。结果不久之后呢，发现他出现在离唐宁街挺远的皇家陆军医学院。在那里呢，他被收留的人改名为 Petrol Cat。回归首相府之后呢， Humphrey 就通过公务员的部门发表了一个声明：我在皇家陆军医学院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假期，很开心能够回来，期待新的议会会议。说到在外到处闲逛的猫，其实英国有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英国很多家养的猫呢，主人是允许它们在外面到处晃荡的，所以呢，我们都把它叫做 Outdoor Cat。所以如果你在这边遇到了可爱的喵星人，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流浪猫，可以随便收留带回家的。说回 Master in Chief， 当1997年托尼·布莱尔上台之后呢，这个职位又一次陷入到了危机，因为布莱尔的老婆呢不喜欢猫，虽然他对外宣称的是呢自己对猫过敏，但是其实媒体觉得呢是因为他觉得猫不卫生。来了一个不喜欢猫的正宫娘娘，这就让当时的民众呢不得不担心 Humphrey 会不会被打入冷宫，甚至被赶出唐宁街。这使得首相府的发言人呢不得不站出来澄清，表示唐宁街10号是 Humphrey 的家，对布莱尔夫妇来说呢，这里仍然是他的家。为了让公众放心，首相府呢还公布了布莱尔的老婆跟 Humphrey 之间的亲密照片。但这出戏呢，显然公众是不买账的。一些媒体甚至指责一定是给 Humphrey 打了镇定剂，他才会跟你如此的亲密。事实证明，几个月之后呢 ，Humphrey 真的从唐宁街消失了。首相布莱尔的老婆谋杀了这只猫的阴谋论呢，就这样传开了。当时的保守党议员、动物爱好者艾伦·克拉克要求首相必须提供 Humphrey 还活着的证据，除非我看到他亲自露面，否则我怀疑他已经被干掉了。英国首相府呢又不得不站出来辟谣说，让 Humphrey 提前退休离开唐宁街这个决定呢，其实是出于兽医的建议，但这依然没有办法平息公众的质疑。于是在1997年的11月24号，一群记者呢被带到了伦敦南部的一个秘密地点，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活着的 Humphrey 还跟当天的报纸一起摆拍，这些照片被公布出来，公众看到呢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而且据报道说他的体重还增加了，看来退休生活还不错。经历了这么一出起伏的故事但是布莱尔一家不喜欢猫呢，看来是真的，因为在那之后 Master in Chief 这个职位空缺了10年，一直到布莱尔卸任之后才又恢复了。他们分别是2007年到2009年首相戈登布朗在内的 Sibyl， 之后呢就是 Freya 以及
现任 Larry。在这里呢，也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出《权力的游戏》里面的几个猫大人，像 Larry 和 Pumpston， 他们都是来自于伦敦的 Battersea 猫狗之家，这也是英国最古老且久负盛名的一个动物救援中心。自1860年成立以来，这个非政府资助机构呢，已经累计照顾了310万只猫狗。在伦敦或者是周边生活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领养一只猫或者是一只狗的话呢，你不妨去 Battersea 猫狗之家走一趟，会觉得爱心满满。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它的忠实粉丝之一，你也可以选择每个月固定的捐一些零花钱，去帮助这些需要关爱的狗狗和猫猫。让我们再次把视线放在 Larry 这位来自于 Battersea 猫狗之家的优秀毕业生身上，他跟现任的首相 Boris Johnson 的关系如何呢？好像不太好，因为 Boris 带着他领养的一只名叫 Dylan 的狗一起住了进来，来了新成员，而且还是一只汪星人，这就让 Larry 感到不安，所以他开始在首相府的房子里面呢四处的尿尿，标记自己的地盘，这也让很多来到访的外国政要感到不适跟尴尬。在唐宁街10号这个权力的游戏场上，他和 Boris 以及这只名叫 Dylan 的狗，人类、汪星人、喵星人，究竟谁的阵图会更长久呢？我暂时把宝压在 Larry 身上，你觉得呢？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Miss 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